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王先生，33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女嘉宾小天，30岁，来自贵州，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闪婚的是吧？对。认识多久闪的呀？我们是认识5个月，然后结的婚。哦，还好，5个月。对。就闪婚了。对。啊，现在结婚有1年多？对，1年多了。有孩子没有？有。有。孩子多大？1岁。这个心里不舒服，很委屈是吧？对。啊。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从生孩子嘛，然后到怀孕期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一点都不上进，然后对这个家也没有责任心，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感觉真的是没办法继续下去。怎么就没有责任心了呢？因为婚前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工作单位不是倒闭了嘛，然后那段时间他也忙着找工作，然后我们两个又在筹备婚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事情也挺多的，我就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去催他赶紧找份工作。但是他那个时候也跟我说有找工作，但找了一段时间，他去干了一段时间，我就问他有没有拿那个发工资啊什么的，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后面就是孕检啊、产检什么都需要钱嘛，然后我就问了他，他说没有干满1个月，然后就没有工钱。等于你们俩是因为这孩子结的婚是吗？也是婚后当月，结婚当月的时候怀的孕。哦，就是闪婚闪怀。是这意思吧？然后等于这个时候，您丢了工作了，是吧？对，因为我们之前那公司倒闭了嘛。这个不代表他没上进心啊。但是那个时候他说他早出晚归的，我以为他去工作呀。刚好在那个单位也是我朋友的姐姐也在那个单位嘛，天天出去晚上回来，有的时候还加班。然后我就托我那朋友的姐姐问了一下，结果别人告诉我，就上了几天就不干了。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就感觉他一直在骗了，撒着谎的找着工作。我只是想当时想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以后再告诉他，因为他当时是怀着孕嘛，我就怕他担心，是这样的。那你知道我怀孕了，肯定心里面那个时候怀孕期间心里面各种方面都不舒服。那你一点都不理解，你干嘛就撒着谎就说你找工作什么的？你跟我说一声不行吗？等于他怕你着急是吧？对啊。所以他跟你说他出去工作了，实际你干嘛去了？实际也是找工作嘛。就是因为他老说他加班嘛，加了，然后我就被我知道他没有在那个工作单位上班之后，你找工作也不至于晚上找啊。不是，我差点给你蒙了呢。我白天出去找，然后基本上那段时间我们也长期为一些事情吵架嘛。然后就不是太想很早回去哈，然后基本上下午这样，我就到我朋友家里去了，这样。听明白了。等于你认为他去工作，他实际在找工作，是吧？对，就是你认为他在加班，实际他在躲着你，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他没有那么告诉我呀。其实大家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嘛，是吗？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捅破了之后嘛，就破罐破摔的。对，这个事儿确实欠妥。对，但是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招就催着你什么的。那怀孕期间我也挺不舒服的嘛，然后就这个事情过后，我给他发微信打电话他也不回。有的时候打了10几电话也不回。什么事儿过后啊？就是你戳穿了他之后。对，就戳穿的时候。没有他说的这么夸张，他说打10个怎么可能嘛？那个时候我发微信什么你也不回，你们不在一起住吗？是在一起住。那还要发微信吗？那我打电话他不接嘛，微信各种方面就是能联系上他的，就是我都在联系。你是指白天还是指晚上呀？晚上白天。你不回家了？不是，就是那件事捅破以后嘛哈，我基本上一回去他就和我吵，反正就嫌我这样嫌我那样导致我那段时间基本上都在我朋友家过的夜。那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那我心里面感觉特别委屈，我希望他能够多关心我一点。后来那个时候就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说怀孕的时候，1天公主10月的那个太后嘛，但是这10个月的太后我连一点感觉在他身上一点感觉不到我就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有的时候我想吃点东西，半夜我说老公你给我煮点吃的吧，他就说太晚了，明天吧，改天吧，这样子。后来他等于还是回来了是吧？对，就是回来之后。不是也给你买过嘛？有次你不是说想吃那个辣条嘛，就给他买的辣条回来嘛。我都觉得好搞笑，就给我买辣条。
他有一天他回来嘛，回来信聪带2包辣条，就说老婆我给你买的辣条。我就觉得有点懵，我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想吃了辣条。后来我想了想，我就觉得好像是2个月以前，我说我想吃辣条，突然就给我带了辣条回来，我就觉得你难道拿这2个辣条给我邀功吗，还是什么的？不是，只是我当时在乎你嘛，也记得你说过什么嘛。但是我就觉得你没有把我跟你说的话放在心上，那我当时想吃的话，你直接给我买不就得了吗？干嘛拖1-2个月呢？就是你孕期在你的记忆当中，除了他给你买过辣条，就什么都没有关照过你了，是吧？反正在家基本上他什么也不干，就是本来我是想的吧，就把小孩生了之后，他看了小孩能够尽到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嘛。但是我觉得他一点改观都没有，就是我做的剖腹产回来的时候，回家1个多星期。那我还要抱着小孩洗头洗澡，那小孩闹了我还要哄着他睡觉，那他倒好，就床上玩手机啊什么也不帮我看一下。是吗？也没这么严重，自己的孩子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看吧，都不管吧。那记得有一次那小孩子哭得特别厉害吧，我就让他给我看一下，他倒好了，对着小孩大吼了，说让小孩闭嘴。不是，那小孩几个月嘛，他知道什么？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小孩本来是很闹哈，晚上，因为我哄小孩，他不听我的，然后他一哄小孩马上就好，我就叫他去哄一下，是这样。那小孩闹就算了嘛，但有一回他就是经常出去嘛，那个时候也是经常出去。对，然后也是一出去，反正就是2、3、4天再回来。他回来倒好，就是噼里啪啦的声音又大，然后就把个小孩给吵了。不是你出去干嘛呀？不是，那段时间是世界杯嘛，在看球。在我们朋友家里看球。你等于生了娃有世界杯，你还是世界杯是吧？他那个时候老是在屋里看嘛，看着小孩都吵醒了，完了我还要得哄小孩。当时不是你把我轰到客厅去睡了吗？那你还好意思说我把你轰到客厅，轰到哪去啊？那我们两个怎么休息啊？那你在客厅看个足球什么的，还一会儿叫好了，声音又特别大，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激动的。不是，因为我确实是喜欢看足球，所以说有时候比较激动，看足球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就算了嘛，那个时候我身体不是也发胖了嘛，然后在一起1、2年的时间也没给我买过什么衣服，包括我来节目也是。不是之前才给你买了几套衣服的吗？那你1年1季什么的，我就2身衣服换洗。不是，因为他是才生完小孩，还比较胖嘛，我是想等他稍微瘦一点再买。反正我就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然后后来就是前几天嘛，我们这小孩不是在睡觉嘛，然后那个时候不小心掉床下去了，他一听到小孩哭声，他进来冲着我就大吼，我就大骂什么的。是啊，因为当时他不是把我轰到客厅去睡了嘛，然后我想这么宽的床他们2个人睡，小孩都会掉下来嘛。当时也是可能是情绪比较激动的。那你也不问一下我为什么呀？那我有的时候我也辛苦什么的，那小孩摔下我也心疼。那反正我们2个就吵得特别厉害，然后我公公听到声音了进来，然后打了他一耳光才制止的。所以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难受，特别寒心。之后他后来其实我就也是想让他找个工作稳定下来嘛，然后他老是在家里这个样子，然后实在没办法，然后我就给小孩断了奶，那个时候小孩差不多1岁嘛，我就断了奶，那小孩也一直哭，然后我也心疼了。但是我上班为了什么？我也想为了这个家好，我自己出去工作。那他倒好，什么都不管。等于现在你们家钱是你挣，是这意思吗？对。然后我现在也在找，只是没找到合适的。啥是你合适的呀？不是你好意思吗？他怎么找到工作的？你怎么找不着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要好找工作一些吧。那你做什么呢？我现在是做纹绣这一块啊。纹绣。对。纹眉什么的啊。有手艺啊。因为是这样的，我也之前找了2份，因为和之前的收入出入比较大，是这样。不是，那你干其他的呀？你娃谁养啊，兄弟？这个事情，我之前就有一次，就家里面也是托人给他找工作嘛，他总是就是嫌这个工作不好做，工资不行，待遇不行，要么就是觉得工作时间长了什么的，然后反正就跟我说干个几天就不干了。那你们家现在生活费怎么来啊？生活费现在就是本来我们2个家底就是养了小孩之后就是没多少嘛，那大部分的都是那个公婆就补贴我们2个。啃老。对。
但是我老是向大人要，我也不好意思啊。毕竟我们两个是年轻人，但是我就希望他能够努力一点，就把这个家养好嘛。你急不急呀，兄弟？急呀，肯定急呀，怎么不急啊？那你随便先弄个活干着挣钱呀，你送个快递送个外卖，我觉得现在都行啊，怎么就放不下那身段呢？可能也是之前那个工作可能是时间做久了嘛，就习惯了。你以前做什么的呀？做销售的，因为我们那个当时各方面怎么说都是比较好的。那个时候他工作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的嘛，我也没想到我们两个就没在一起多久工作就倒闭了，然后就一直处于就找工作的那等于从这种状态。孕期到宝宝1岁多的这段时间，你基本属于在一个自己的心理调整期，是这意思吧？对，也出去上了的，只是时间不长，也拿回家钱了的。只是没时间多嘛。那个都是他偶尔就是做了一些兼职，然后挣个180块钱这样子。我现在也是在找工作。我认为两个人啊，在生活当中肯定有为家事有一些拌嘴，这些你也用不着这样和我离婚吧？那我一直没有看你改变，我私底下跟你聊了那么多，你一直都不改变，那我确实不知道我们两个这段婚姻该怎么走下去。后悔跟他结婚吗？不后悔。后悔生娃了吗？可能当时时间还是比较短，就有了孩子。但是，也不至于说后悔，也不后悔。那现在娃这个每天嗷嗷待哺的，你做爹的心里急不急？急啊，急。现在妻子跟你提出说离婚吧，你怎么看？我还是不想离，因为怎么说，我想，还是想挺过去，然后马上找个工作，把之前所有的都改掉嘛。你是吓唬他的，还是真想离啊？那他要不改的话，那我确实是想离婚。你指的不改是指什么不改？就是我希望他就是对这个家多用点心嘛。您的上心的要求是什么？我也没要求他说要多少多少工资，但是只要你去朝着这方向走，我觉得以后我们两个肯定会过得好，只要他去工作就行。所以您的要求是我不管你收入是多少，对，只要我能看到你在外面奋斗着、努力着就可以了，是这意思吗？对。哎呀，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从闪婚到闪怀，这2年这个家庭不仅迎来了新的生命，还迎来了一个男人职业上面的低谷，够不容易，挺累的。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王，我真的特别替你着急，坐在这儿。我现在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夫人在怀孕期间，你一走就是好几天，是她做了什么让你不能容忍的事情吗？不是，是因为当时没上班嘛，好，然后她就看不惯嘛，就说我这样说我那样，然后我就是。但是你夜不归宿。她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哪里？她怀孕了，她需要人照顾啊。她是人生当中非常脆弱的时刻。你可以不工作，可以拿不回家钱，这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时间段，一个节点，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能理解她在怀孕的时候你不在身边。第二个问题，你冲着你们家几个月的孩子吼，她听得懂吗？你只能把她吓得更哭。她不理解爸爸为什么冲我吼，这样一个人我平时见的也比较少啊，看到以后就开始喊，对孩子是有刺激和伤害的，你知道吗？你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自己没有办法消化，只去逃避，只去发泄，那你老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在你们2个人的婚姻关系当中，我看到这位女士她就一直是努着往上拔，坐月子的时候给孩子洗澡，你躺那玩手机打电话玩游戏，为什么？因为你不爱他，也不爱你们的孩子，你爱的只有你自己，爱你的面子，你的里子，你的工作，你的尊严。但是我们为人父母，首先要照顾的是家庭，是子女。大家有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上班干嘛？我赚奶粉钱，真的就是在赚奶粉钱。而这个奶粉钱现在是谁出的？是你太太出的，
是父母出的，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如果你没有能力，我今天也不说什么了，我要的是一个态度。男人对于女人的伤害，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爱上了别的女人，更多的时候是在女人期望的时候让她失望，在女人脆弱的时候不给予她安慰。而他的3部曲：希望、失望、濒临绝望。怎么唱？很简单，未来的旋律由你起调，你是有机会起这个调的，希望你能够把它唱好。祝你们幸福，谢谢。这个家如果没有你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个事实吧，你都不敢想，会更好。你像一道阴影一样，让这个家庭的环境都是阴霾。因为你明明是我觉得还算身强体壮吧，也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能为这个家做点贡献？暂时找不到工作没关系，你至少多回家，多陪伴，多爱孩子和老婆，这能做到吗？做不到。你能吗？能啊。你回来是什么？你在家里给孩子带来了吼叫，给妻子不闻不问。你现在找不着工作不要紧，但你得是在找，你不能是在逃避。你在外头要面子是吧？可是我告诉你，真正的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你挣回来的。而真正给你面子的，让人看起最应该的是什么呀？是你最亲的人。如果最亲的人对你失去了希望，你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面子了，你这个人就太可悲了，明白吗？能不能把家里这件事儿先搞定了？暂时如果你找不着工作，能不能为家多出一些力气，做做家务，照顾孩子？你主内，老婆主外，这也是一种希望，明白吗？如果你不想走到离婚那一步的话，麻烦你脚踏实地，找一份力所能及的事儿来做。什么工作遍地都有，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低下身去做。你是人家的父亲，你是人家的老公，明白吗？做好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吧，好吗？就这样。确实我也挺像说你2句的哈，怎么那么不像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样子，太可气了。但这些话是不是他听过很多了？对，我你在家天天说他，对吗？对，有父母也说，对吗？亲戚朋友都说，对吗？对，有用吗？没有用。说对了，没有用。为什么没用？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天有不测风云，出去遇到了车祸，残废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丧失劳动能力了。这是我们的身体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和变化，对吧？你知道他现在什么状态吗，女士？他就如同我们受到了巨大的车祸事故以后受到的创伤，他心理上已经趴下了，已经瘫到那儿了。你想想，在一个家中，当你们夫妻2口子吵架，连他的父母上来都给他耳光，他早就被生活打趴下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主动权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他身上还有一些优点，你还对他抱以期许，你给他的不是天天去唠叨说你太没用了，你怎么当爹的？你得鼓励他，你得帮助他，你得支持他，对不对？你发现他颓废的时候，你要给他温暖和鼓励。当然我知道很难，你自己带着孩子也要工作，但是如果想维持这个婚姻，真的主旋律就是你。先生，我这么去跟你妻子说，不是说在维护你，你确实很没用，你又不是真的遇了车祸没了能力，你不能自己被自己打趴下，你明白吗？树立起来自己的信心，这家需要我养，老婆孩子老人都是我身上的责任，我不能就这么逃避下去，这么麻木下去，这么沉沦下去。你不自救谁救你啊？你一定要去反省啊，否则你失去的真的是后半生整个的人生，代价太惨痛，希望你早日自省，好吗？谢谢。你们俩是谁要来？是我要来。
你为什么要来？就是也是不想失去他嘛。真的不想失去他？真的。就在这个录制棚，我们另外一档节目《幸福来敲门》，一条腿已经截肢了的一男人，天天拄着一根拐棍儿，70秒爬上4楼送外卖。他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我做不了快递，每天送一些汤汤水水，但他居然最后练到了70秒上4楼，每天就这么一蹦一跳一蹦一跳的去送外卖，他居然1个月能挣到1万2。我想请问你1个月能挣多少钱？之前吗？我就说你现在嘛。现在没有。男人不挣钱没有多少没面子，男人很能挣钱也未必很有面子，但是男人不顾家这很没面子。开个滴滴也好，送个快递也罢，拿回来的是能够买高档奶粉还是能买低档奶粉，这都不重要，关键是你把这些东西送到孩子和老婆的手里，你就是个男人，于是你就有价值，好吗？从今天开始甭去说他，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最重的锤也锤了，如果这么锤下去的还不行，那就这个男人就没有希望了，是吧？就这样。听明白了？明白，明白就不再赘述了啊。时间啊，受伤总有一个缓和期嘛，你不能一辈子就说我受伤了，我倒霉嘛。什么时候站起来，快点站起来就好了。没别的了，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定会对这个家庭负责，然后会对你和孩子好的，而且我现在也在找工作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一定会比之前过得更好。我还能相信你吗？你一直欺骗的我，那我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再继续相信你下去。其实我也不会说什么话，反正现在给你说的肯定之后会做到。我觉得我实在是没办法再想给你机会。这个着急呀，还要等。其实他不就要一个词儿吗？要希望吗？你已经让很多次希望通过嘴去说都破灭了嘛，你就实际做嘛，就别再等了。就还没弄清楚这个道理吗？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你得去做，因为这是家庭需要你，你自己也需要融入这个社会，从头来过嘛。还有，你是急死谁？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关门啊！来吧，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去。